们回到美国啦。对，我们第一时间做了这期视频。我们回来马上就验算了一下，我们5天5夜的环岛究竟花了多少钱？因为我们在台湾预估的时候呢，大概是2万块台币。回来之后马上算一下，到底是不是2万块？第一个最大的头当然是我们从三藩飞台北的机票。这个机票如果是国旅的人就可以略过。这一次我们是坐星宇的经济舱。我们是提前2个月订的机票，然后刚好正值暑假，所以机票贵一点点，稍微贵一点，就是中等偏上水平。住宿的部分总共是11104台币，这是5个晚上。我很难想象这是5个晚上，美金是347.71，而且我们这次住的都是一些旅游观光业发达的地方哦。第一天晚上我们是住在清境农场附近的仁爱乡，那个民宿是2100块1晚。我们为什么要住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环岛的第一站是合欢山，所以我们是晚上赶到南投的。第二天从合欢山下来之后呢，来到了台南，住在我们一直很想去的民宿，它在神农街，然后1晚是1880，是一个非常有古早味的一个民宿。没错，这个民宿只有3间房间，基本上节假日都是被订满的状态。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因为是周一的缘故，所以还算是有最后2间空房。然后来到台东之后呢，我们原本想要走海线，然后想一想还是去了池上。我们看 Google Map 上面，池上还是有一些稻米还没有被割完，然后呢就冲到池上睡了1晚。因为我们这次环岛游基本只是确定了大概的地点，我们其实出发之前并没有规划我们到底每一天要住在哪里。我们每一天的酒店都是当天下午大概2、3点快入住的时候选择的。这就是我们刚刚找到一间40美金1晚的民宿。早有听闻台湾的民宿比较有特色，而且价格又实惠。那我这一趟也终于理解了啊，为什么大家会选择住民宿。整体感觉确实，往往这种自营的，你能感觉它经营的比较有心。所以说，这个也是给我刷新了一点我对台湾旅行方面的认知吧。我觉得完全可以自由的选择民宿。离开池上之后，到了宜兰，我们直接杀到礁溪，在礁溪住了1晚的温泉饭店，2167台币。从宜兰离开之后，我们到了台北，我们在大安区住了1晚2802台币的一个饭店，然后呢加了200块的 valet parking。我们选择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第2天赶早去101的顶楼喝星波咖啡。我们去过2次101，都是因为排队过长而选择放弃，所以我们就提前做好准备，住在大安，只要坐2站的捷运就到了。饮食我们就吃了不知道多少顿，然后喝了多少奶茶，总共是7454台币，大约是257美金。这257可能是去 Costco 1次的花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最贵的其实是那个梦瑶鸡吧，其他就是还可以，都蛮便宜的。娱乐的部分是1790，其实没什么太多门票，主要是我把星波101的放到这里来了。那个算是101观景台的入场券吧，很重要。对，所以要没有它的话，娱乐基本等于没有。那个就占了1050。真的？对，一杯是700，另外一杯是350。我觉得古迹方面，比如说台南的安平古堡，它居然只收你70台币的门票，那是2块多美金。接下来就是交通，交通就是有我们停车费啊、油费，还有国道的 ETC 通行费，然后1张火车票。环岛1圈加了几次油？我们加了3次油。我觉得台湾的油偏贵，甚至是跟我们4、5年前纽约的油价是一样的。其实这里最大头的还是油费。ETC 绕台湾1圈粗计500块。停车费总共是940台币，停了蛮多次观光区，尤其是台北的九份啊，然后平溪这一些停车费都比较贵。环岛台街访，这位司机先生对台湾的限速有什么印象？自从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就被警告过，有摄像头啊，就果然确实满地都是摄像头。台湾有一个很牛的软件叫做神盾，您行车的好帮手。这个神盾在高速上你开启它，它就会告诉你前方多少公尺有摄像头，750、300、
150，通过。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加速，你知道吗？通过，砰！不建议模仿。对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景象。但是我们刚刚试了，其实美国的电话无法下神盾，然后你可能要找一个就是类似神盾的软件吧，帮你去应付摄像头问题。这还不够哈，还有一个区间测速啊！我的个亲娘嘞！那河南话都逼出来了。还有个区间测速起始段，假设就是它判定你 A 点到 B 点之间是2分钟，结果你用了1分钟，那你一定是超速。对，直接就是一张罚单。那你觉得你这一次环岛可能会有几个污点？坦白说，我觉得还真有那么1-2个，因为有些地方你就实在是没留神，摄像头的地方它提前都会告诉你，就前方有摄像头。看那个标志的话，你接下来要注意了，大概几十秒之内，30秒、20秒之内就基本会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这妈看了就，哎呀。没关系，影片做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收到罚单。哎，罚单大概多久能收到？总花费是2个人含机票81808，美金是2818。我一开始看到台币的数字，因为我没什么太大的概念。我看到美金的话，我觉得2个人2818，这个比在夏威夷花的要少很多。夏威夷现在一个人多少钱？一个人如果你提前订的话，大概机加酒就要1500美金一个人，2个人机加酒要3000美金左右。然后加上吃，你不要住特别好的酒店，我说的可是不是特别好的酒店啊，吃又很贵，吃一顿饭大概60-70美金2个人左右，加个小费，对，左右，对，基本就这样。因为我其实不只有这5天5夜啊，然后我回去住家里，然后吃喝，回去玩探亲，当然是很便宜啊，所以要把机票钱扣除掉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扣了机票钱，然后让大家知道国旅现在是多少。扣了机票钱多少钱？5天5夜24924哇，台币，这个就太厉害了。美金是857，这个就太厉害了。5天5夜2个人，这是比我们预估的再贵了将近5000块。其实我们预估2万。其实我们这一圈下来都是一些必要的花费，基本上都是。其实这个还可以再压缩一下，因为我个人觉得在台北住的酒店有点没必要了，跟在礁溪的温泉酒店也有点没必要。如果再经验而谈的话，就是整个环岛完全可以选择住当地的民宿，就你觉得评价比较好的，OK， 住进去没有错，不要太过迷信那些酒店。当然你要住那种像我妈去国旅的话，她会去那种超级好的饭店，那我能理解，因为他们是去吃 buffet， 1博20啊什么的，那个当然是贵，可是那是你在享受整个饭店的设施，但是对我们来说不是，我们主要是环岛，睡真的就是7个小时我们就走人了，对，然后甚至有时候早餐我们都没吃，我们就去看云海了，去做我们的事情了。是5天5夜，就是这个价钱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如果没看过我们的环岛影片的话，链接在这。给大家讲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们在微热山丘喝免费的茶，吃免费的饼干。坐下5分钟以后，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就是在民生社区这边那个微热山丘，你只要进门，他就会邀请你入座，然后呢，问你喝茶还是喝咖啡，然后呢，他会给你配一个小点心。对，今天是 banana 的饼干。我们今天吃的就是这个山丘 banana。哦，这有台湾图案的哦。